大家好，我是云飞。现在发布会刚结束，咱们的小米手环8测评它就来了。这你们就说快不快吧？直接开始开枪。小米手环8 NFC 版，我靠！看一下它的介绍啊，视网膜屏、超长续航时间、运动模式、效果评估、心率血氧检测、磁吸式快充、NFC 门禁卡、小爱同学语音唤醒。来，3、2、1，锵锵！它的这个表带变成了这种快拆式的了，质感提升的挺多的嘛。磁吸充电。但为什么我这个是白的？而小米手环7它是不通用的。我们先来开个机吧，充电它这个感觉还是一样的，就是7的那个5分钟之后10点10分，然后它这个下载完成。好，现在69了，是过去了2分钟。哟，这个震动从这里震到这里，可以的吧？实际上从升级到现在也就过了3分半，可以的。我是提前2天拿到的，时间也比较的紧张，所以咱们这期视频先是一个短期的体验和短期的感受，过段时间我还会出详细的对比和长期的体验，大家记得关注。首先是它的外观，虽然这次官方是提供了3种佩戴方式，还有多种炫彩好看的表带，但一般如果你买的是黑色，应该就和我这个一样。乍一眼看上去，你可能分不清谁是7代谁是8代，但仔细一看的话，差别还是大的。一个就是我开箱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的，它的表带已经换成了快拆的设计；第二个就是它的手环的中框换成了金属质感的材质。我这个是黑色的，后面这些表带应该也是基于这个快拆的设计，就看上去有点像传统手表那个样子。表盘屏幕的显示面积4边和上一代没有区别，底部的传感器换成了手表上面常见的那种。和7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充电的触点虽然看上去挺像，不过不是和7代的兼容的啊，是新的充电器。手环8的充电器，磁吸的，是这样子磁吸的。再看，然后这是手环7，它们就不是一个地方，它磁吸的是在上面。位置的话其实是对的。位置强制充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充，但是它这个磁铁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它就吸不了这个地方。这是它整体的一个外观，佩戴在手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你们喜欢吗？来打个分呗。当然，咱们这个是手环8最基础款，其他色彩丰富的表带看起来很有吸引力。我在之前预热的时候还发了个图让大家评价，点上最高的和我的观点是一样的。表带的设计是真的进步特别多了，挺好看的。大家认为呢？晚点我再整一套，看看实际佩戴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值不值得大家买？个人认为本次手环8最明显的声音就是屏幕的刷新率终于来到60帧，在操作手环的时候终于有了很流畅的感觉。大家都知道啊。我评测手环，我是真的评测的非常详细，且因为这次手环8不是之前华米代工做的，所以咱们就更得看看手环8的这些功能了，里里外外都给详细的来一遍，看看实力究竟如何。点开屏幕，下拉通知中心，里面可以显示你所有的消息，一些通知可以选择直接在手机上面打开。左右滑动是小组件，有睡眠心率、天气、支付宝、小爱、歌曲信息。微信支付控制中心，其中歌曲讯息那边有妙响中心的功能，可以切换手机播放还是音箱播放，当然前提是你得有支持的设备。控制中心可以打开勿扰模式，找手机，进入手环设置。个人认为这还是可以的，不过这个组件不支持自定义啦，只能在手机上面调整顺序。切换表盘还是长按表盘进行切换，下滑进入功能列表。第一个就是活力指标，这个功能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多讲了。第二个是运动，小米系这个功能是最全的，户外骑行、跑步、健走、自由活动、徒步、室内跑步、跳绳、泳池游泳、12项水上运动、10项户外运动、40项训练、14个舞蹈、12个搏击、26个球类、11项冰雪、40项休闲、5项棋牌、3项其他，真的我都没有见过这么多运动啊。第3个运动记录，这个可以查看你的运动记录，里面有运动数据、运动效果，不过没有轨迹图，有点可惜啊。第4个是跑步课程，里面有很多课程，开始跑步之后会提醒你每一个阶段的任务。第5个是运动状态，分析你最近的
一个运动情况，并且给出训练的负荷、最大摄氧量、恢复时长。第6个是心率，顾名思义，里面有当天的数据，也有近7天的静息。在最下方的设置里面可以设置全天心率检测，里面可以自己设置频率，也可以让它自己智能。然后就是心脏健康检测的开关，高低心率提醒频率的一个开关。第7个是元气值，这个和之前的 PAI 值是一个东西，就是换了个名字而已。它会统计你最近几天的分数，7天内你如果可以拿到100分的话，会显著的改善自己的身体健康。第8个是血氧，可以单次测量，也可以开启全天候血氧监测，然后也可以开启低血氧的提醒。第9个是睡眠，在里面可以开启睡眠高精度检测、呼吸质量检测。第10个是压力测试，这个是统计你实时的压力情况，当然你也可以开启自动压力检测。第11个是小爱，这个大家都知道，略过啊。第12个是天气。第13个是日历，显示农历信息，显示今天的信息，感觉可以做个日历整体的，方便看星期几号几号啥的。第14个是闹钟。第15个是妙想中心，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功能，除了可以控制音乐之外，如果佩戴了小米系的耳机，还可以在手环上面切换模式、切换降噪、通透、关闭什么的，这个功能还是非常不错的。第16个和17个是支付宝和微信，这个略过。第18个是设置，里面可以切换佩戴的模式，跑步豆、项链、更换表盘、显示与亮度里面可以设置熄屏的时间、台湾亮屏、持续的亮屏时间、熄屏显示、遮盖熄屏，这里面也包含了本次更新我认为很好的更新，终于加入了自动亮度，这个还是挺准确的，使用起来也很舒服。一个是手环7 NFC， 一个是手环8 NFC。现在是在暗光情况下，来，我们走。感觉到了没？然后现在亮度就上来了。还有就是震动模式、勿扰模式，这里多了一个同步手机的勿扰模式，消息通知，可以设置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运动识别的开关、使用偏好，可以设置屏幕唤醒的方式、长按表盘的功能、熄屏锁定、设备密码、电池、系统、关于这些就不多讲了。第19项更多，里面包含了卡包日程，这个日程是可以同步手机日历的日程的，时间提醒、呼吸训练、女性健康、秒表、音乐、找手机、世界时钟、手机静音，还可以控制手机是否静音，这个还不错啊。倒计时里面的预设也挺多的，手电筒这个功能个人认为藏得有点深啊。番茄钟这就是它的所有功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来打个分呗。我的感受上，在功能和手环7是几乎没有区别的。这里我不是说不好，而是出乎了我的意料，因为这是小米自己做的嘛。看起来这些功能也非常齐全，没有任何的阉割。这个搭配60帧的体验，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出乎了我的意料。而小米手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的表盘。这个表盘也是挺出乎意料的，除了常规的升级表盘种类之外，这次一起更新的还有4个趣味表盘，就是手环7之前的游戏表盘。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手环8同样也拥有着不错的 DIY 的可能？毕竟游戏表盘都出来了嘛。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这4个游戏。好，这是第一个，谁是学霸？好，我们换一个。这个是过桥，和那个跳一跳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按下去，好过跳。啊，这是一个弹球的游戏，但这个我觉得有点 bug， 就是这样，你只要把球放在这个门框这里，基本上就是都能进的。你看，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是会失误的。那现在就是失误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2048。这个我不太会玩。那就是这4个游戏。表盘方面，种类的话，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提一下，这次的表盘都有匹配的熄屏表盘，这个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APP 方面，这个基础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这里就不多讲了。本次更新还新增了一个体感互动的课程，简单来说就是玩着游戏把健身给完成了。这个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你们就明白了。首先要玩这个，得打开运动健康，到运动这里，然后这边有体感游戏、体感互动系列。它这里就会有一个小米手环8以及连接。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左脚在前，右脚在后，4拳直拳组合。找到组合拳的节奏，1、1、2。最重要的跑步方面，其实我没有太多时间来测试，也只有几次的这个数据，来给大家简单的对比一下和手环7的一个对比。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这里就发现了它们的一个不一样啊。7代是显示的是距离，它是以公里计数，然后那个8代的话，它是以米。它应该过一会儿也会显示这个公里，但是一开始的它是显示的距离是米，我觉得这点还是可以的。跑了差不多3公里，然后它这个数据一致性还是非常不错的，至少和7代是差不多的。到时候详细的测试我们再见，这个短时间内是真的测不出来啊。大家看到这里应该会对它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至少对于它能干些什么，表现的怎么样都应该明白了，来给它打个分呗。你会买它吗？我个人觉得这是一款越来越完美的产品，这次确确实实把之前的短板给补齐了，60帧的刷新率、自动亮度，而且整个使用下来，虽然换下了华米，但是没有什么感知明显的地方，不知道的估计还觉得和上一代是差不多的，小米还是有点东西的。而且这次更新的妙想中心和体感互动，我都觉得这是挺有意义的东西，也是实实在在给了我们不一样的体验。要知道这些玩意儿在手表上面都还没有却可以放在这么小的一个米粒上面。小米手环确确实实不愧是全球出货量第1的智能手环产品，实至名归。如果你的手环刚好到了该换的时刻，我想它确确实实可以成为你的新欢。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期视频，这个价格、这个体验也只有小米手环了吧？记得关注或者直接订阅这个系列等我的长期体验测评我是云飞，点赞、投币、3连，最后帮助我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要知道，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